我是小马。那前2天呢，我的2个小助理在办公室里就谁才是爱马仕最火的包包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感觉这个话题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哈，所以今天呢这期视频，我打算从外观、知名度和入手难度这3个角度，和大家一起综合的评审一下。目前爱马仕最有人气的几款包里，谁才是时下最火的当家花旦？首先呢，花旦最重要的不就是才华和颜值吗？所以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包包们的外观和实用性上。那 Birkin 的25厘米就不用多说了，是小马最爱用的通勤包，没有之一。实用度呢，我觉得是我今天介绍的所有爱马仕包款中最高的一个，因为我平时都直接敞着用，拿取东西呢也特别的方便。那日常通勤的像小的笔记本呀，然后还有钱包呀、手机、口红、粉饼等等，都可以轻轻松松的装进去。那小马本身呢，最常用的通勤包，一只是 Birkin 25厘米的金色，然后还有一只呢就是松柏绿色。那今天呢，小马还拿了一只2022年的新色玛莎拉茶色的 Birkin 25厘米，然后呢这只呢配的是金扣，然后和大象灰对比一下。玛莎拉茶色的 Birkin 的25厘米呢，它的颜色显得更温柔一些。感觉这个颜色呢，其实还蛮日系的，是日本女生都会喜欢的这种色调。日常通勤拎呢也是非常的合适。那 Kelly 呢可以说是优雅的代名词，尤其是 Kelly 25厘米，尺寸呢刚刚好。比起 Birkin 的大气 ，Kelly 拎上更有女人味儿。小马一般呢是约会的时候会拿它。那之前在鳄鱼皮爱马仕的那期视频中分享的这只琥珀黄的 Kelly 25厘米呢，评论区很多宝宝说很喜欢。那今天呢，小马再给大家分享一只，是这个黑色的 Kelly 25厘米的 Touch， 包身呢它是 Togo 皮的，然后扶手和肩带的这个部分是蜥蜴皮的。优雅中呢透着一种神秘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呢是 mini 康康。mini 康的话呢，我一般出去逛街呢会背它是比较多的。它的包款呢也是比较休闲日常的这种，那无论是单肩还是斜挎都可以解放双手，行动是比较自由的。缺点呢就是包盖的这个部分就不是特别好打开，但是习惯了之后呢，其实用好力度就还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那这一支 i6 极致粉的3拼皮扣康康已经在《甄嬛传》爱马仕的那期视频里出现过了，那今天呢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包身呢是薏皮，然后包扣呢是 J5 天方夜谭紫的鳄鱼皮，拼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焦糖色的鳄鱼皮，再拼这边是原色蜥蜴皮，我真的是越看越喜欢。然后呢还有一只就是这一只的 box 皮的黑色的金扣的 mini 康康，亮面的 box 皮配金扣就会比刚刚的这一只极致粉的显得更加的贵气，更加的成熟一些。然后其实刚开始入坑爱马仕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种 box 皮，就觉得是特别亮的感觉，也非常的复古。但现在呢，我可能会更偏爱 Togo 皮一些。我平时用的最多的呢2个通勤包也都是 Togo 皮的。那接下来呢是这只小可爱 mini Lindy， 小马其实是很少背的，但是它确实是除了 BKC 以外非常人气的包款。它是这种可以斜挎，然后可以手拎的2用的设计，外观看上去呢比康康更加的休闲可爱，比较适合穿一个简单的 T 恤，然后下边是牛仔裤，再拎上它，然后就可以走了。而且它的容量呢，其实会比看起来大很多，日常出门的必需品都是可以塞进去的。因为小马平时可能上班的时候穿职业装的机会是比较多的，所以没有什么机会去用它。如果平时穿比较休闲少女的宝宝，入一只绝对是不会后悔的，非常推荐的一个包款。那接下来呢，就是 mini 1代和2代，是小马平时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和街拍呀拎的最多的包款之一。小包当道的今天，这2款包包的人气度就不用多说了。虽然容量呢不是那么特别的可观，但是如果是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是街拍的话呢，那好看就足够了。
如果想看小包容量详细测评的宝宝，可以翻看之前小马出过的测评视频。那今天呢，小马给大家分享的这2只，一只呢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只墨西哥粉的亮面鳄鱼皮的1代，还有这一只呢就是黑色的一皮的配银扣的1代。那一只呢是抢眼吸睛，那这一只呢就是时尚炫酷。不知道如果是宝宝们去参加活动的话，会选哪一只呢？那如果要给他们的外观打分的话，看外观都可爱，都打5分。评选当家花旦的第2大要素就是包包的知名度。那作为爱马仕最招牌的 BKC， 如果真的要给他们排名分个先后，那按照 Birkin 大于 Kelly 大于康康这个顺序，应该是比较没有争议的吧。那毕竟如果说要让一个根本不了解爱马仕品牌的人列举一个爱马仕的包，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人第一个想到的肯定会是 Birkin。那继 BKC 之后呢，其实说实话，至少在日本这边呢，像菜篮子啊，还有 Bolito 的人气度是仅次于 BKC 的，因为都是很低调、非常实用的包型，深受日本贵妇们的喜爱。不过要看全球的知名度，他们2个可能就要略逊一筹了。所以今天呢，就不在我们评论范围之内了。那剩下这几个呢，我觉得还是Mini Kelly 排名更高一些吧。可能对爱马仕不熟悉的宝宝会觉得 Lindy 和 Mini Kelly 我都听说过，应该知名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对于养马的我们来说，两者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了。25厘米呢，肯定是满分了。那 Kelly 的25厘米，还有 Mini 的康康，我觉得是4.5分。然后我觉得 Mini Kelly 的2代和1代小包当道马肯定也都是5分。然后Lindy的话呢是4分。那进入最后一个环节，我们来比比他们的身价和入手难度。要知道头牌花旦也不是谁都能见的，对吧？那平时小马也和大家聊过不少包包的市场价，今天呢就简单的来分享一下目前的配货比例吧。但我说的只是市场的一个大概，具体配比的话呢，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配货经验。那众所周知呢 ，Birkin 和 Kelly 这2个包款，25厘米的是最难买的尺寸。那除了 Mini Kelly 以外哈，小马周围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和 SA 交战了半年以上，那每个月呢都虔诚的去上供。运气好的配到差不多是1:2左右就可以买到了，那运气不好的话呢，配到了1:4，连包包的影子都看不到。至于 Mini 2代呢，宝宝们应该也对它的购买的难度应该是有所耳闻吧，产量是出了名的少。那听说现在国内的专柜至少配要1:3、1:4的货才能获得申请的资格，而且1代现在专柜基本上是已经是不出了的。那日本专柜的情况呢，有些许不同。那 SA 比较看重长久的这个 Tsuki-ai。那小马听过有朋友说呢，他1年在日本花了小几十万日币都不到吧，就被 SA offer 了2代。那乍一听呢，是不是觉得他很幸运？但其实呢，我的这个朋友已经入坑爱马仕5、6年了。那之前呢，也是已经入手了好几只 BKC 的。那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他和 SA 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并且 SA 清楚知道他的喜好和消费能力，那根本不需要他配什么货，就轻松拿到了想要的包包。那当然，小马也听说过那种目标比较明确的，那一开始就冲着 Mini Kelly 去的，那半年花了上千万的日币，聚了好几只的 BKC， 那最终呢，终于爆出心仪包包的光荣事迹。那所以说呢，要么就是你有这个耐心，细水长流去做爱马仕的长期客户，一直和 SA 保持良好的关系，要不就是用你的超能力砸钱，不然想要短时间内从专柜拿到 Mini Kelly， 难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话题呢有点扯远了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Lindy。那这款包呢，在国内其实是很火的，所以配货比例呢，多少还是有一点夸张了。那在日本呢，大尺寸的Lindy没有消费记录的新客户也是比较容易拿到的。就算不是零配货，基本买一些很小的小物之类的也能够爆出来。那当然了，想要人气的金刚色，还是需要一些运气和沟通技巧的。
那 Mini Lindy 呢，相对来说呢，门槛会稍微高一些，不过也算是比较好拿的。那最后呢，如果要给他们的入手难度打个分的话呢，肯定是入手难度最难的是 Mini Kelly 5分，然后 Birkin 和 Kelly 是4.5分，然后是康康3.5分，然后最后是 Lindy 3分。结果发表，我宣布当家花旦居然是 Mini Kelly， 它不是 Birkin。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视频中说的6款人气的爱马仕，如果要小马选择最喜欢的一款呢，那毋庸置疑肯定还是 Birkin 的25厘米，因为小马平时基本上都在工作嘛，所以用25厘米通勤的频率是最高的。不知道宝宝们心中最喜欢的爱马仕当家花旦是哪一款呢？留言告诉小马吧，我们下期见。